美军高层承认，美国的 F-16、F-35战斗机的训练指标凄惨。美军高层承认，在这点上不如中国。那么，降低飞行训练时数将会带来多大的影响呢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据美国空军杂志报道，美国空军战术飞机的教官，其平均每月的训练飞行时数再度降低。2023年，这些飞行教官每个月的飞行时间由1年前的5.7小时回升到了8.1小时，但是到了2021财年，这个月均飞行时间又从8.1小时降到了6.8小时。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也直言不讳地说，他很不满意，并称该军种一直无法走出2011年预算控制法案的影响。根据美国空军提供给空军杂志的资料，美军飞行员整体训练飞行时数，要注意，这不光包括飞行教官了，也包括其他的飞行员。根据美国空军提供给空军杂志的资料，美军飞行员整体训练飞行时数自2020财年的每月10.9小时降为2021财年的10.1小时，其中固定翼机队自8.7小时降为6.1小时。这里面包括 F-35、F-22、F-16等战斗机在内的战术飞机机队，每年人均飞行时间才仅仅达到81小时。就是这个数字，要比开头所列的美国空军飞行教官的年飞行小时还要多出不少。即使按照每个月飞行10小时计算，一年也不过才120个飞行小时，这与北约标准的200小时的飞行训练时间差距甚远。更何况 F-35、F-22这样的隐身战机，每年的训练时间只有不到82个小时，这个数字可就有点惨了。美国官员不得不承认，美军飞行员的实际训练时间的数量已经远远地落后于中国，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。中国空军的飞行员在上个世纪60、70年代受到油料数量的限制，飞行训练时间呢相对比较少。现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后，中国空军飞行员的人均飞行时间每年都能达到100-200小时，尤其是那些尖子飞行员。那么空军航空兵人均飞行训练时间是否与作战能力密切相关呢？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。那么造成美军飞行员训练时数大幅度下降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？可能影响因素比较多一个是军机的完好率，如果你有100架战斗机，但是能够升空进行训练的只有50架，那么显然你能培训的飞行员的数量就会大幅度的受到影响。还有一个可能性呢，就是训练费用不足，还不光是有没有燃油的问题，因为飞行训练是一个复杂的过程，它需要一系列的系统为它进行保障，只要有一个环节不到位，都会影响到飞机的出动率，压缩了训练经费，就必然会减少它的飞行训练时间。因为现代战斗机它每飞行小时的费用是相当高的，费用不够，只能压缩飞行训练时间。那么这第三个因素呢，就是现代战斗机越来越复杂，那么它的维修作业效率很可能会因此而降低。美国的 F-22、F-35都号称能够大幅度压缩地面的维修时间，但实践证明他们没有做到。那么有人会说，飞行员即使不上天飞行，也可以利用地面的模拟器训练飞行学员。这个话有没有道理呢？当然有道理。模拟训练是辅助训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，而且模拟飞行器呢，还可以设置一些在天上很难碰到的，或者是不允许出现的一些严重故障，通过特情的排除和处理，从而提高飞行员在空中处理飞机故障的能力。那么模拟器训练是否能够代替
真正的空中飞行训练呢，可以说不能完全代替。这一点美军早就有过结论，因为地面的模拟器啊很难模拟真实的飞行情况，比如它的过载就没法模拟，必须在真飞机上做那些特技动作，你才能感受到真正的飞行。可以说，空中飞行训练，无论是对飞行员的技能，还是心理素质的培养，都非常重要。中国空军也都配备有大量的先进的模拟器，以用于平时的地面训练。那么现在最大差别在哪儿呢？中国空军飞行员的年均飞行时速已经大大的超过了美国空军，从而呢，使我军的飞行员的综合作战素质有了大幅度的提升。而相比之下，美国空军飞行员的年均飞行时速呈现下滑的趋势，这也正是美国空军高层感到忧虑的地方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